近年来，海外地产投资已经成为了资产配置的焦点之一，投资美国房地产更是投资人心中的一大热选，而纽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热选地。不可以错过的布鲁克林社区投资。纽约房地产的价值不仅过去增长稳定，而且在未来仍旧能够保持这种上升的趋势。然而，作为纽约市5大社区之一的布鲁克林，一直都是海外华人的首选。它不仅是一个拥有布鲁克林桥公园的美丽居住地，更拥有4通8达的地铁。当你行走在干净林荫的小道，你会觉得整个社区充满了古典的历史感。布鲁克林由大大小小的50个的社区组成，而这些社区之间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例如居住人口的背景、学区的地理环境、社区发展的情况等等。因此，布鲁克林不同社区之间的房价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布鲁克林哪个区更受到投资们的青睐呢？哪个社区的房价有增长的优势与潜力呢？日落公园位于布鲁克林的西部区，东到市政公园，南到湾吉。该区的居民主要是华人、拉美裔的美国人、挪威人和印度人。在纽约的众多地区当中，日落公园区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各种各样的华人商铺，比如小吃店、药店、餐厅、超市比比皆是。尤其是8大道，美国世界周刊曾描述到，走在布鲁克林的8大道上面，令人错觉置身中国南方的小市镇，耳边不时地响起蔬菜果贩的叫卖声、吆喝声，人潮不断，摩肩擦踵，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8大道的交通方便，除了地铁外，有许多华人经营的小巴士穿梭连接着法拉盛、曼哈顿与布鲁克林。近几年，有许多知名的公司和企业纷纷地进入了布鲁克林。福建人和广东人的移民也把闽菜、粤菜带到了8大道。Benson 河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西边是布鲁克林著名的中高产阶级聚集地戴克高地，在 Benson 河的西北不远处就是纽约3大中国城市布鲁克林8大道中国城。随着华人新移民的不断增加，慢慢的 Benson 河可以算是第4个中国城了。这里的生活非常的方便，居民的平均素质是非常的很好，有许多犹太人也居住在这里。这个区域加分的便是交通的便利、社区的安全、发达的地铁系统和公交系统，让 Benson 河到曼哈顿和纽约的其他地区也很方便。连接曼哈顿和皇后区的地铁线穿过 Benson 河，30到40分钟就可以到达曼哈顿。对于曼哈顿工作的人来说也比较方便。戴克高地具有郊区的特色，优异的居住环境、低密度的人群、宽敞的居住社区。该社区比较常见有独立式和半独立式的一居室和2居室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有车道和私人的院子，这在纽约市的部分地区并不常见。这个社区附近包括绿树成荫的街道，几乎没有公寓楼。戴克高地大致可以分为3部分，最南端的区域位于86街的以南，第7大道以东。
包括代克海滩公园和高尔夫球场、湾林公园大道与第86街之间，第14大道与汉密尔顿公园大道之间的中段更具有特色。整个区域以其圣诞节照明展示而闻名。在圣诞节期间，该地区尤为热闹。每当圣诞节来临，代克高地地区的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门口装备圣诞的饰灯，届时灯火辉煌，已经成为了纽约地区圣诞节不可错过的一景。对于逐步进入中产阶级的华裔来说，整洁漂亮的社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胃的餐厅和丰富便利的超市，以及不远处的康尼岛海滩，让 U 大道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萧喧的城市里寻找一片海滩，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康尼岛，让你在纽约也能享受到佛州般的阳光，因而这片区域也就成为了海外华裔度假区的投资的好去处。尽管布鲁克林的房价一直都在增长，但是它仍然是大家的首选。来纽约之前，这些区域先了解清楚，这些区域最好少去。作为全球最繁华的移民大熔炉，人口多样，同时也需要警惕隐患。居住安全性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在纽约生活和居住，一定要知道哪些社区需要主动避让的。这些区域是需要注意的。布朗克斯，全市犯罪率最高的行政区之一，多个地铁站被列为高危站点。中央公园的北区110至123街，流浪汉聚集的灰色地带，特别需要注意，步行上学务必结伴而行。East Harlem 盗窃案件发生率超过曼哈顿均值 300%， 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Local 和 Express， 谨防坐过站误入。安全区域的推荐就是上西区 W59至 W86街，老前区文化地标、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林肯中心，安全配置、社区巡逻队和全街角的监控系统，公寓配套不少明星的公寓。中城东三角区特有的福利，联合国总部安保辐射区，通勤的优势，驱牛5分钟步行圈。中城本身人口组成比较复杂，人流量大，紧邻火车站，可以考虑高线公园的沿线，既可以步行到中城，区域内也有非常多不错的大楼可以选择。Battery Park City 家庭友好、全封闭式的社区，宠物公园的体系，隐藏的福利，自由女神像、观景阳台，华尔街轮渡站7分钟到新泽西。长岛市 LIC 升级版，新兴的区域，房源新，中国留学生多，超多的中餐厅、奶茶店。最新的数据，犯罪率下降 27%。罗斯福岛，全美国唯一零犯罪的社区，连续3年的数据。通勤靠地铁或者开车或者缆车，适合对通勤需求不多的住户。纽约布鲁克林中心区注重向下结合的更新协作，激活市中心的价值。作为布鲁克林行政中心和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布鲁克林中心区成为人们心中关注的绅士化的最佳注解。2001年的时候，布鲁克林市中心特别区成立。2004年
纽约市政府编辑布鲁克林市中心发展计划，通过国家、政府和私人的进一步投资，对于当地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文化艺术中心、街道景观等进行了大范围更新改造。在过去的20年里，布鲁克林市中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住宅、商业、文化和高校等新开发面积超过3200万平方英尺，对当地产生了超过340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创造了超过11.4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为纽约市财政收入贡献了超过12亿美元。这一切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布鲁克林地方政府关于城市更新模式的创新，通过自上而下的区划工作、自上而下的伙伴关系，共同提升城区空间活力和土地的经济价值。如今，布鲁克林中心区已从一个走向没落的中心区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区划调整后的地产开发浪潮依然焕发了其他区域本身的价值。在近20年来的发展叙事中，既可发现不同尺度的更新介入方式互相补充，也可以在各个环节看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制衡与结合。大量的社区第三方机构也更深层地参与到了城市更新投资和运作中来，对日常的市政服务建设进行补充，也对空间的更新计划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全球资本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冲突是纽约城市更新中最具备争议的部分。比如布鲁克林中心区的更新改造，在人口结构的巨幅变化下，部分商业促进区制度也成为街区式深化的工具，既挤压了小型商业的生存空间，又造成了低收入人群体的流失。由此可见，如何更好地体现民意，促进包容、公平、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尚需要经历更深入的政策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